他刚想提醒朋友2句，可下一秒，见情况不对，2人立刻冲进了房间，可紧接着密集的子弹就朝着他们招呼而来，2人只能快速动身寻找掩体。眼见周围的枪手越来越多，他们迅速来到了车库，推开工具盖板，从后面拿出了一包行李，准备驾驶车辆逃离这里。枪手见车库打开，立马提高了射击密度，下一秒车子猛地启动冲了出来。就在所有人将注意力全都放在这辆车上之时，夫妇俩却驾驶另一辆车子撞开了大门，根本不给这些人反应的机会，直接猛踩油门逃之夭夭。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安然无恙，显然2人也不简单。没错，他们都曾是中情6处最出色的特工，一切还得从15年前说起。那时的艾米和马特还年轻，上司派2人去沃尔卡集团老大戈尔的家里偷取一块密钥，他们伪装成了法国军火商，顺利进入到了戈尔的庄园。艾米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戈尔，于是掏出一瓶特制香水喷在手背，接着上前和戈尔打招呼。就在2人握手的瞬间，艾米轻而易举就采集到了戈尔的指纹，随后在总部的引导下，2人来到了那个藏密钥的房间，确认好保险箱的位置后，艾米从手背上撕下指纹贴到了识别口上，轻松破解了密码，顺利拿走了工业密钥。上司扎克提醒2人这东西很重要，它可以控制全球所有的大型基础设施，要求他们一定要保管好。可话刚说完，保险柜就发出了警报。2人见状立刻动身准备离开，但还是和赶来的安保遭遇。2人立刻加快速度，撤离时前来围堵的打手也在他们强大的攻势下接连倒地，失去了战斗力。最终在冲破障碍逃出来之后，2人迅速驾驶跑车逃之夭夭，随后来到了约定的机场。艾米的前男友巴伦已经准备好了撤离的飞机，只要将东西交给中情6处，那他们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。但殊不知，当他们上飞机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注定了这次任务的失败。等到飞机飞行停稳之后，艾米却拿出了一堆试纸放在了桌上。没错，她怀孕了，孩子是马特的。她本以为马特听到这个消息会比较抵触，但没想到马特的回答却是非常果断。What? My favorite person is about to create my new favorite person. I said I'm in.马特的举动让艾米很感动，就在他们打算为此庆祝一下之时，艾米却突然出现了孕吐反应，起身准备去厕所漱口，但却被工作人员告知卫生间坏了。11个小时的路程竟然没有卫生间用，艾米立刻就察觉到了不对，很明显这并不符合常理。但还没等马特做出反应，便看到乘务劫持了艾米。Get away from me. We want the key.没错，对方是冲着密钥来的。马特见状毫不犹豫将密钥扔了过去，趁对方的视线被密钥吸引之时，2人同时发动了攻击。为了不造成破坏，艾米主动退掉了弹药，打算徒手收拾这些人。多年的特工生涯，除了让他们有了超出常人的身手之外，默契度也到达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但尽管如此，最终还是出了差池。一名反应过来的打手准备举枪干掉艾米，却被冲上来的马特阻止。意外射出的子弹刚好击中了飞行员，整个飞机瞬间失控，朝着地面扎了下去，情况相当的凶险。这时机舱中的纠缠还在继续，打手被马特狠狠扔在了地上，却恰巧帮对方拿到了密钥。然而就在他庆幸之时，飞机却突然撞上了山体。强大的震感致使山体上沉积多年的老雪发生了破裂坍塌，一场风暴正朝着解体的飞机狂奔而去，而不远处就是深不见底的峭壁。眼见这种情况，马特从柜子中拿出了唯一的降落伞，快速穿在了艾米的身上，下一秒飞机便坠下了悬崖。You take care of that baby. Damn, what you doing?艾米的这一操作不仅救下了他孩子的父亲，也为他们新的生活打开了一扇大门。等到完全脱险之后，马特向艾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既然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这架失事的飞机上，那我们何不借此机会彻底消失？想到他们即将要有孩子了，艾米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决定，于是他们的新生计划就开始了。可2人都没想到，他们这次的决定却在中情6处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镜头一转，来到了一处环境优美的村子。艾米和马特已经在这里生活超过了15年，他们还育有2个孩子，生活幸福且无忧无虑。但很快就因一个变故结束了这样的日子。马特的女儿露丝今年14岁，倔强和叛逆成了这个年龄段的代名词。她告诉母亲今晚自己去同学家写作业不回家。艾米没有拒绝，但就在艾米将女儿送进学校之后，却惊讶地发现女儿竟然和一个小男孩牵起了手，甚至还看到了他们亲吻。
这一幕就连老父亲都不淡定了，恨不得下车将对方绞碎。晚上回到家的两人越想越不对劲，结合女儿电脑上同学发的消息，两人觉得有大事要发生，于是驾车跟着女儿手机中的定位找了过去，果真在一处郊区的夜店找到了女儿。艾米眼里冒出了火，她让女儿现在就跟自己离开，可这时却有一个壮汉一把抓住了露丝，这无疑彻底激怒了艾米。很快就有人想上前凑热闹，但他们哪会是两人的对手，完全被压着打，毫无还手之力，甚至还有一人被马特从2楼扔了下去，瞬间引起了全场的注意。看到这一幕的两人知道麻烦，于是迅速带着女儿离开了现场。转眼来到了第二天，正在看报的马特突然听到了门铃声，于是上前将门打开，发现竟然是自己的老上司扎克，这让他相当的惊讶。但当他询问对方怎么找到自己时，扎克却打开了一个视频。Yeah, boomers. Wreck dance party. We're not really boomers, so. Is that Chuck? It is. Can you believe it? 这时艾米走了出来，热情地和扎克拥抱在一起。随后扎克告诉两人，当年他们之所以会出事，全因巴伦将他们出卖给了俄罗斯人戈尔，并提醒他们尽快离开，戈尔的手下可能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的脖颈，两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更多的枪手便朝着他们发动了攻击，于是一边躲避一边跑进了地下车库，推开工具台，从后面拿出了一包早就准备好的行李。没错，他们打算驾车离开，下一秒车库缓缓打开，枪手们的攻击势头也更加凶猛，而车子也迅速启动冲了出去，狠狠撞在了旁边的越野车上。巨大的动静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然而就在枪手们上前查看之时，夫妻俩则驾驶另一辆车子撞破了大门，根本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，直接猛打方向，一脚油门朝远处驶去。对方见状也立刻驾车追了上来，贴近后迅速展开了攻击。艾米很恼火，明明密钥并不在他们身上，可这些人为什么还要紧追不舍？ Look, babe, I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. What? You promise not to be mad? I don't promise shit. I took the key. What? 原来15年前马特就将密钥藏了起来，但现在并不是细说这个的时候，因为身边的追兵还没有摆脱。艾米驾车冲进了一处住宅区，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将篱笆和草坪上的家具撞了个稀碎，甚至还引导2辆追击的越野车撞到了一起。随后马特告诉艾米，他之所以拿走密钥，是因为这东西在紧急情况下能保他们安全，并且还让艾米没想到的是，马特竟然将密钥藏在了自己母亲位于英国的猎狐庄园中。此时他们的身后还有一辆车在追击，艾米使出浑身解数也没将对方甩开，车玻璃还被对方一枪打烂。看到他们在换弹夹，马特立刻有了主意，他从后排拿出儿子喝剩的可乐，将一罐发泡豆倒了进去，迅速盖好盖子，抬手扔进了追兵的车里。最后一个威胁也在两人的配合下轻松解决，然后驾驶那辆破车来到了孩子们的学校，在所有同学的一脸震惊中，带着2个孩子迅速离开了餐厅，然后来到机场。这时孩子们才知道他们接下来要去英国看外婆。2个人很惊讶，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，母亲从来没提过外婆。艾米也解释说，只因和母亲的关系不好，所以才没提过。随后一家人顺利坐上了飞机，并在2个小时后安全落地英国，但在通过安检口时还是被监控拍到。一家人刚坐上大巴离开机场，中情6处的特工们便赶了过来，领头的正是艾米的前男友巴伦。在看到一家4口的信息后，巴伦猜测他们来英国肯定和密钥有关，而此时的马特却锁定了一辆车，并告诉孩子们他们到站了。下车时，艾米故意撞了一下那辆车的车主，成功摸走了他的车钥匙，顺手交到了马特手上。但他们刚刚离开，车上的一名壮汉就按出去了一个电话。Хитро лоджи. Dobra, meldujcie co i jak. 在孩子们一脸震惊中，马特驾车停在了他们面前。路上为了防止被追踪和监听，艾米拿走了2个孩子的手机，还拆掉了卡片并将其掰碎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将车驶入了一处加油站，但儿子在便利店吃东西时却用游戏机连上了 WiFi。很快戈尔就锁定了他们的位置，大批赶来的手下立刻就将2人围了起来，个个都想拿下他们邀功，但显然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马特用打火机点燃油枪，直接压制的他们不敢靠近。艾米也提起扫把和这群人周旋在一起，身手依旧是那样的出色果断。
而这一幕全被两个孩子看在眼里，根本没想到自己的父母竟然还有如此强悍的一面。完事后，一家人继续踏上逃亡之路。很快，巴伦就带着中情六处的特工追了上来。马特见状，直接爬出了车顶，开枪打断了货车上用于固定钢管的铁链，还顺手打爆了车胎。钢管全部从车上滚落的同时，车子也发生了侧滑，瞬间整个路面就被堵得严严实实，也成功拦住了中情六处一众人的去路。两个孩子对今天发生的事非常好奇，不停地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夫妻俩对视一眼后，决定将事情告诉他们。All right, listen. Me and your mom were QRN. What? Quick reaction, non-official cover operatives for the CIA. We were spies. You guys were spies? Yes. Like Jason Bourne? Yeah, but we remember stuff. Yeah. 孩子们听完觉得父母很酷，但这一路上的苦却只有两人知道。抓捕无望后，巴伦也回到了加油站，查看了现场的尸体。女探员一眼就认出他们是车臣沃尔卡集团的人，而巴伦之所以知道艾米和马特在这，也是因为他监听了沃尔卡集团的通讯。这时手下过来告诉巴伦，他们锁定了马特儿子的游戏机，可随时定位他们。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，但他们不知道马特已经弄明白了暴露的原因，于是随手将儿子的游戏机扔出窗户，刚好落在了路过的卡车上。这下他们可有的玩了。经过一晚上的赶路之后，他们顺利来到了位于郊区的猎湖庄园。艾米输入了一串很长的密码，大门缓缓打开。由于和母亲的关系不好，所以这是时隔20年来艾米第一次回家。就在他们打算进去之时，一声枪响传来，紧接着掉下来一只大鸟。没错，这个穿着时尚的老太太正是两个孩子的外婆。 It's you. Well, hello, Mother. Still killing shit, huh? Don't test me, dear. I'm still a damn good shot. These are your grandkids. Please don't shoot them. Oh, they're so much bigger than they are in their pictures. Pictures. 原来这些年马特一直和老太太有联系，为的就是让她不那么寂寞，当然也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。随后他们回到了屋子，孩子们对于外婆的大房子充满了好奇，马特则向金妮说明了彼此的来意。但这时一个壮硕的年轻人走了进来，看他和金妮的亲密举动，显然两人的关系不一般。两个孩子看到这一幕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很快另一边的巴伦就拦住了那辆被马特扔了游戏机的卡车，并找到了那部游戏机。其实巴伦早就猜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，因为他对马特还算了解，而女探员凯拉也通过卫星锁定了几人的大概位置，将这个范围缩小到了8公里。排除周围的兵工厂和赛马场之后，只剩下了一个可疑的庄园。信息显示这个庄园的主人名叫金妮。听到这个名字的巴伦觉得耳熟，搜索下才得知此人正是军情六处有史以来最传奇的女特工之一。又查出了金妮和艾米的关系，这下就连巴伦都没底了。因为这个女人他可惹不起。而马特和艾米将两个孩子交给外婆之后，便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庄园的后院，走进了一个古老的地下堡垒。没错，马特将密钥藏在了这里。这时头顶突然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，两人立刻跑了出去。此时除了那架直升机外，庄园门口也来了一群不速之客，他们用特殊装置破坏了监控，并炸开了铁门，快速冲进了庄园之中。马特和艾米刚进入房间，就看到了已经被束缚的金妮和阿奈。在帮他们解开绳索后，两人打算去找孩子们，可下一秒就被一群全副武装的枪手围了起来，然后压着他们走进了旁边的房间，看到了被五花大绑的儿子和女儿。马特从怀里掏出了密钥，只要放过孩子们，他愿意将东西交出来。但这时扎克却从旁边走了出来。 Chuck, Emily, Matt, what is this? well, good to see you. But Chuck, we saw you get shot. It was... That was all me. I just figured you needed some motivation to lead me to it. So you and Baron in on this together, huh? Oh, no, he's clean as a whistle. We just needed to make sure that you didn't go crying back to your old units. We dirtied them up a bit. 原来巴伦并没有出卖他们，真正出卖他们的正是他们最信任的扎克。在从马特手中接过密钥之后，扎克告诉了两人一切真相。当初艾米和马特失踪之后，中情六处曾去事发地找过密钥，但并没有找到，所以他们就将一切责任推到了扎克身上，致使扎克失去了这份工作，他的婚姻也出了问题。所以为了报复中情六处和他们夫妻，扎克决定和沃尔卡集团合作，想以此为自己讨回个公道。然而就在三人交谈之时，金妮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了扎克的2名手下，接着打开柜门，故意将色拉油洒在地板上，打开电烤盘。有人听到动静冲了进来，这次的动静引起了屋内人的注意，夫妻俩迅速对身边的枪手展开了攻击，干翻几人之后拔枪对准了扎克。扎克表示只要他们俩不再捣乱，等手上的事忙完，他就会放了2个孩子。接着身后出现的手下打晕了夫妻俩，扎克则带着2个孩子离开了庄园。半个小时后，艾米和马特醒了过来，但现在去追显然已经晚了，于是他们打算从监控中寻找线索，却意外发现了儿子在离开时所做的手势。 It's like this fitness tracker he wears on his thumb. It has GPS.
通过电脑，几人锁定了儿子的位置，在一个名叫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地方。于是两人马不停蹄地赶过去。由于门口的安保严密，两人只能扔掉身上的配枪。另一边的扎克手下也已经连接好了密钥。没错，他今晚要对这个东西进行拍卖。没过多久，参与竞赛的几名买主就赶到了这里。为了展示密钥的能力，扎克命令手下启动密钥，关掉整个城市的电力系统。手下立刻照做，瞬间整个城市的电力系统全部瘫痪。随后又操作恢复了城市的电力系统。这时他注意到自己和儿子的定位重合了，妻子猜测可能在楼上，于是两人立刻冲向了电梯。而扎克的展示还没完，他又让手下控制打开了泰晤士河的防洪闸。这座闸口非常重要，他肩负着整个城市免于被淹没的使命。但控制室的工作人员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闸口被莫名其妙的打开，而没有任何办法。此时的夫妻俩也已经来到了楼上，刚刚将这里的安保全部干掉。他们就和赶来的巴伦遭遇。马特希望对方容自己救出孩子们，再抓捕自己，但巴伦却说，既然你们不是来卖密钥的，那我就不会抓捕你们。这一幕倒让夫妻俩没想到，此时的扎克正在对密钥进行拍卖，最终被俄国买家以 2.5 亿美元的价格买走。扎克刚要将密钥交给对方，巴伦和马特夫妇便踹开大门冲了进来。夫妇俩刚追到河边，就被2名手持武器的戈尔手下挡住了去路。同时他俩也看到扎克已经坐上了船，还带走了孩子们。 Gora wants the key. We don't have it. I wouldn't move if I was you. She's still a damn good shot. 随后夫妇俩抢过2人的摩托，朝着扎克的方向追去。没过多久，戈尔的手下就追了上来，对方有武器不停地朝他们攻击。2人立刻分头行动，马特使出一套特级动作冲了出去，但反应不过来的追兵却直接将自己镶在了墙上。而去追击艾米的枪手也没好到哪里去。船上的扎克以为安全了，于是通知手下带着密钥去约定的地点汇合。但刚刚下楼就被等金妮的阿奈发现，女人刚准备驾驶车辆离开这里，可突然女人晕了过去，阿奈在她身边看到了密钥，然后迅速坐上了车。此时艾米已经来到码头，但却遭到了阻止，于是二话不说让自己的摩托冲了出去，直接送那人去了西北。随后驾驶停在海边的快艇就冲了出去。马特在注意到艾米之后，骑着摩托冲进了一艘停在码头上的货船之中。此时的艾米刚好赶到，马特纵身一跃跳上了快艇，2人一起朝着扎克的方向追去。拿到密钥的阿奈通知了金妮，金妮又用对讲机告诉了艾米。艾米听后让阿奈关掉闸口，否则等扎克进入宽阔水域，再想拦住他就不容易了。可当金妮将情况告诉阿奈之时，他却表现得一脸茫然。没错，他根本就不会操作这东西。而艾米和马特在接近扎克的船后直接跳了上去，和上面的打手混战在一起。但这2人根本就不是夫妻俩的对手，很快就被全部解决。而那个想带走姐弟俩的打手也被姐弟俩合力扔进了海里。眼看着距离闸口越来越近，艾米催促阿奈立刻关闭闸口，可阿奈看着满屏的英文慌极了，于是朝着电脑就拍了下去。但没想到这一操作竟然关闭了程序，闸口也缓慢升了起来。马特负责和扎克纠缠，艾米则给2个孩子穿好救生衣，顺手将露丝推下了船。 No need, Mom. I got this. 随后夫妻俩合力将扎克胖揍一顿，接着一同起身跳进了海里，然后下一秒故事的最后，夫妇俩将密钥交给了中情六处，而艾米和金妮之间的隔阂也因为这次的意外彻底解开，母女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，并开启了新的生活。此剧结。